男人每次捕鱼都是扑空，成了别人口中的空军佬。为了证明不是空军佬，一坚持就是3年。主人，有动静，有动静！什么？陈凡过去拿起渔网准备拉起，结果很重。二驴子，你愣着干什么？快点上来帮忙！陈凡这么一说，二驴子也反应了过来，上前张开鱼嘴，死死咬住渔网往后拽。还挺有劲，这次可得饱餐一顿了。男人名叫陈凡，3年前来到这个市场，觉醒了一个名曰不正经词条系统。系统给了个常规词条，打鱼不空军之后便销声匿迹，他就获得了一头颇通人性的灰毛驴，每次捕鱼都带上它。有大货了，给我起！噗一声，一张硕大的渔网内零零总总几条小鱼和一个木质小盒子被扯了上来。当陈凡看到后，双眼一黑，这一刻他感觉天塌了。二驴子，你说我们这是撞鬼了？这么几条小鱼和破木盒子有这么大利剑？虽说次次不空军，但每次不超过3级，我俩可怎么活呢？收拾好渔网后，陈凡拿出了那木质小盒子，二驴子这时候也凑了上来。陈凡就拿体型最大的一条鱼塞到二驴子的嘴里。二驴子，这东西你把握不住，还得哥来。二驴子在旁吃起鱼儿，随后陈凡打开手中的木盒，一抹金光晃了晃他的眼睛，一颗黄豆大小的金丹在盒子正中央放着。这东西有没有保质期啊？身后的二驴子忽然闻到一股清香，抬头一看，陈凡手中正捏着一颗金灿灿的丹药，对比自己身下的这条小鱼，他瞬间觉得鱼儿一点也不香了。最大的鱼给你吃了，这最小的东西应该我吃了吧？好像有道理，我已经吃了最大的鱼了，这最小的玩意儿就留给你吃了。陈凡一口吃下这金丹后，还没来得及品尝味道，他就感觉到浑身燥热，身体不断冒出黑色污垢，整个人像是掉进了粪坑里，散发出恶臭味。主人走你！二驴子见陈凡直接一脚将他踹向了江里。二驴子，我去你大爷！是谁在说话呀？不久，陈凡浑身湿透爬上了岸，身上也洗了干净。二驴子，陈凡刚想骂娘，整个人却是周身弥漫出了紫色道晕。宿主陈凡，体质先天道体圣胎，常规词条打鱼部空军最大。我这是觉醒了体质。陈凡看着系统面板，露出疑惑不解的眼神。旁边的二驴子则是伸出驴掌，激动地指着东边天去。东方天际，紫气犹如神龙，蜿蜒曲折，绵延不绝，自东向西，所过之处，万物生长，枯木逢春。我操！二驴子完犊子了，这妥妥的是光污染烟雾啊！赶紧跑！一路上，陈凡双腿跑出了残影，丝毫不敢停下自己的脚步。二驴子，你说这紫气有害不？咱们会不会被抓？主人，我也不知道啊。片刻之后，一人一驴跑回了自己的小茅屋。陈凡和二驴子还没有来得及喝口水防腐，旁边的树林里就忽然挤出了密密麻麻的飞鼠。不好了，二驴子，这群野兽要来偷家了！二驴子听到这话，也连忙从地上爬了起来，准备一展驴拳驴脚，但扭头一看，瞬间认罪。我操！好家伙，3人高的老虎，龇牙咧嘴的豹子，成群结队的豺狼，这还打个毛？二驴子刚准备扭头跑，却被陈凡的手拽住了脖子。主人赶紧走啊！陈凡听见二驴子想快走，于是将2只大手放在二驴子的脖子上，咔嚓一声后，二驴子的头被掰正，重新看向了那群走兽。屋前的3人高的老虎和花斑白豹放下身段，匍匐在地，狼群也跪下。难道说这群走兽是被我的王霸之气折服了？听到这话，原本认怂的二驴子神气冲冲走到百兽前，扛着驴脑袋，像是在检阅自己的军队。另外一边，万年大宗紫气圣地之中，掌门李长生也感受到了这紫气东来3000里的浩瀚之景。紫气东来3000里，此人有圣人之姿。李长生掐指一算，得知源头在大夏王朝，身形顺势来到了大夏王朝上空。与此同时，另外几方圣地的大能也感受到了紫气东来的气息，纷纷朝着大夏王朝的方向赶。随后，李长生在大夏王朝上空不经意释放出的一股气息，就压得大夏王朝老祖喘不过气来。东南角，待到李长生朝着东南角飞去后，大夏王朝老祖才感露出自己魂功尽显的气息。通天大能啊！不知道我大夏那位旷世奇才有如此仙缘啊！不久，便来到了牛村上空，目光锐利的他一眼便看到陈凡的小茅屋。此时小茅屋前，陈凡挥动着手中的树枝，调动着飞虫走动。听我命令，他不走。原本凶狠的豺狼虎豹，竟然在陈凡的指挥下踏起了整齐划一的步子。这小子倒是有些意思。话音落下，李长生落到了陈凡身边。豺狼虎豹嗅到了李长生的气息后，瑟瑟发抖，趴在地上。陈凡和二驴子见状，连忙回头看去，一人一驴眼中忽然出现了李长生的身影。你好，少年郎，我是紫气圣地掌门李长生，此番前来是为了收你为亲传弟子。二驴子，3年了，整3年，咱俩终于是要踏入仙门了。少年郎，你这是有伤心事？师傅，师傅，这驴你从何而来？此驴乃是徒儿我异父异母异种族的亲兄弟，还请师傅将其一起收下。异父异母异种族的亲兄弟，这哪跟哪？罢了，我就连他一起收下吧。从此以后，你俩就是我李长生的亲传弟子了。你俩收拾一下，准备和我一起回紫气圣地吧。二驴子，
铁锅背上，不知道仙门管不管饭。我去拿渔网，那可是咱们吃饭的家伙。对了，就带3个碗吧。师傅一个，我一个，你一个。这小子尽是人间烟火气，说不定还是我李长生先涂上的福星。李长生刚刚夸完陈凡，怎料下一秒他的额头便冒出了一团黑线。只见陈凡和二驴子身上挂满了锅碗瓢盆，陈凡腰间挂着一把渔网，后背上裹着一床凉席，二驴子背上2口黑色大铁锅，鱼尾巴上面还有捆着3个碗。放下这些锅碗瓢盆，我李长生好歹也是圣主境巨波，紫气圣地好歹也是万年大宗，能找你讹着你？为师失态了。恰在这时，天空之中出现了几尊大能。李长生，男人只是吃了一颗黄豆，却引发天地的紫气爆发。各宗门长老发现动荡，立马来抢着要收我为徒弟，导致我陷入左右困难。师傅，你和他们谁更强一点？他俩一起上不够我一个人的。二驴子听到没有？这次咱可真的有了个大靠山了。哼。好了，咱们走吧。师傅，咱就坐这个回去？这么小高坐吗？你懂什么？好好看着吧。李长生大手一抬，掌中小碾迅速变大，足有山岳般大小。随后天空中出现这逼格也太高了吧！嘿嘿，我们走吧。李长生挥了挥手，巨龙身形不断缩小，拉着龙辇从天而降，停在了3人面前。哇！3年期限已到，解锁天籁之音，最适合哭丧，宛如歌声附体。哦。师傅，二驴子，此情此景，我想高歌一曲。你脑子坏掉了！既然你有此雅兴，那我便洗耳恭听了。沉默着走了有多遥远？一曲终了，陈凡看着自己天籁之音词条的熟练度不断提升，心中大喜。李长生听完之后，则是陷入了回忆。灵王，这词条竟然连圣主境都能影响，要是达到满级熟练度，那岂不是能把死人给哭活了？很快，李长生便从那段回忆之中醒过来，一看二驴子正在一旁哭泣，他也愣了一下。难道驴也有伤心事不成？小子，你这歌声属实有些动人，天生一副好嗓子。哪里，我这全是感情，没有丝毫技巧，还得多练。要说好嗓子，还得是二驴子。驴也能唱歌，快给师傅唱一个。你这逆徒，连为师的玩笑也敢开。师傅，这可不怪我。你看二驴子，这不就是天生一副好嗓子吗？谁来了都要当儿子。不久，陈长生带着陈凡和二驴子来到了紫气圣地的冰天地之中。这时10几位长老已经恭候多时。圣主，一众长老见到李长生之时，纷纷弯下了腰恭敬行礼。请起。各位，从今天开始，陈凡就是我的关门弟子，紫气圣地圣子。我成圣子了。一众长老听到李长生的话后，脸上阴晴不定，便开始嘀咕着：陈凡是先天道体圣胎。此话一出，在场的长老瞬间止住了，齐齐把目光放在陈凡身上。先天道体圣胎，必是一个时代的纲顶者。如若成长起来，我紫气圣地可万年以后依旧能纵横修仙界。此子不愧是先天道体圣胎，身旁竟然还有异兽为伴。虽说看起来不太聪明，但那矫健的身躯定是天生异种。不是一众亲传不努力啊，实在这陈凡太逆天了。先天道体圣胎一出，这圣子之为何该他所有啊？看我干什么？一众长老听见这话后，齐刷刷走上前来，掏出不少宝物。圣子初来乍到，没有储物戒指吧？这是我随手练的小玩意，名叫星镜，能有个100方大小的空间。这是我炼制的飞剑，可展神通。我的步履子金靴。不到1刻钟，陈凡和二驴子身上挂满了各种法宝。陈凡更是盯着最前方的李长生搓了搓大拇指和食指，不断暗示李长生。这一个个的平时比谁都抠，今天倒是难得大方一回。怎料刚吐槽完，李长生便看到了陈凡摩擦出了火星子的大拇指和食指。好，竟然连师傅都坑起来了。恰在这时，一众长老也扭过头看向了李长生。好，看来今天你们是真想让我大出血啊！最终，李长生十分不舍地拿出了一枚令牌。拿来吧你！小凡，这是为师手中的一座天字级山峰，送与你做见面礼。圣子，这可是天字级山峰啊，在整个紫气圣地可都是顶尖的修炼场所。这次圣主真是大出血了。圣子，你可千万不要客气啊，这等机会难得啊！师傅，恭敬不如从命，令牌我先收起来了。老夫的养老福地没了。修炼场地稳了。不久，陈凡成为紫气圣子的消息传遍了整个紫气圣地，导致不少亲传弟子更是怒火冲天。我为宗门流过血，我为宗门立过功，我为宗门当过卧底。论资历，论实力，这圣子之位也该是我与天斗的。废才3年，在莫老的帮助下，我萧林才拜入了紫气圣地。这圣子之位，说什么我也要争上一争。哼，一个先天道体圣胎，也敢和我瑶池圣地争圣子之位？重修一世，我势必要以无敌之姿重登仙境。仅是1天的时间，陈凡便在紫气圣地之中树敌无数。然而此时的陈凡毫无所知，
他正盘坐在青云峰上，准备踏入修行的第一步，那其入体助己身。肉身铸就灵海深，魂功觉醒神通广，大能生死成圣主。大眼诀乃是我紫气圣地不传之秘，前6层足够你修行到神通境界了。话音落下，李长生将一个个金色的文字打入了陈凡的脑海之中。随着对金色文字的理解不断加深，陈凡身上的气息逐渐发生了变化。陈凡一息之间便踏入了肉身境，1刻钟后便踏入肉身12种。这便是差距吗？1刻钟肉身12种。师傅，我这天赋可还行？也就那样，有问题用传令牌联系我。师傅，有没有二驴子可以修行的功法？这乃是一尊体修大妖的修炼功法，名曰天妖云体术。这是我手上仅有的妖族修炼功法了，唯一弊端是修炼了终生不能化形，修还是不修，由你定夺。话音落下，李长生身形消失在原地。陈凡还没有反应过来，二驴子便一口将那血晶石吞入腹中。男人每天都在坟墓前哭丧，紧接墓地里就走出几个活人，而这时他想找到宗门老祖的墓地哭丧，想把老祖复活过来。老弟，那啥，我们这青云峰后山有没有埋了什么重要人物？禀告圣子，我们这青云峰后山还真埋着一位老祖，听说那名老祖可是圣主境的绝世强者。话还没有说完，陈凡和二驴子就已经消失在了原地。圣子，我话还没有说完，那是您师祖啊！完了，看这样子，圣子不会是去刨坟吧？要不要告诉圣主？陈凡拉着二驴子到处寻找坟头，找了半天，愣是一个坟头都没有找到。一人一驴大眼瞪小眼的。忽然，陈凡看着一个小山包前面立着一块石板，二话不说一脚踹翻在地，直接坐在上面。二驴子，你说那大能的坟墓在哪里？这样我也没办法探究这天籁之音词条的威力啊！我也不晓得。正当陈凡愁眉不展时，一道紫色雷霆从天而降，陈凡和二驴子连忙爬起，原本做的石板被雷电劈成了几块。好险，好险！咱又不是捣斗，怎么还会被雷劈呢？我差点就得去见太奶了。石板裂开的同时，周围开始天上雨密，天穹又在飞，一阵风沙吹，身后的小山终于露出真实面目。嘿嘿，成了，找到了。与此同时，青云峰上起惊雷的景象也被李长生发现。平地起惊雷，那小子怎么回事？这时候，一封信件飞到了李长生跟前，打开一看，李长生顿时火冒三丈。逆徒，那可是我师爷，你师祖的坟，你要是敢抛了，我李长生亲手抽死。仅一个瞬间，李长生便化作一道青光出现在青云峰上。他正要发火之时，却被眼前一幕惊呆了。只见一人一驴趴在坟头之上，哇哇大哭。哎呦，我的老祖哎！你咋死的这么早哎？我这个圣子是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饱，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李长生原本已经到了天灵盖的怒火硬生生被这一声声哀转久绝的哭声也按了回去。一道道机械声响起，词条天籁之音的熟练度瞬间拉满，陈凡的哭丧声竟然引起了坟头忽然炸开，一口大红棺椁忽然矗立在坟头。二驴子，赶紧撤呼！祖师爷诈尸了！我操！见此，陈凡与二驴子被吓了一跳，一边大喊，一边朝着身后跑去，走几步便与一个高大身影撞了个满怀。师父！李长生正准备义正言辞的好好教育陈凡，坟头上的棺椁却打开了。小长生，你敢打我的乖徒孙？师爷，您真的诈尸了？你巴不得老夫死是吗？多亏了我这乖徒孙，我才能还阳3克。你小子要是敢打他，老夫剁了你！师祖，不打不行啊！这小子墓碑都给你砸了。那是老夫自己降雷劈的。孩子，跟着李长生这个小子你受苦了。师祖给你点见面礼。陈凡看了一眼李长生，李长生冷哼一声，扭过头。师祖给的那就收着。3卷8000年的天蚕丝，给你做件衣裳。8000年天蚕丝做衣服，这也太豪横了吧！这要是做个渔网，这不得网条蛟龙啊！老夫还有2刻钟可活，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办的？我虽是还阳之人，斩个圣主境的蝼蚁还是轻轻松松的。9天10地，我已经杀了个遍，8荒6合，我紫气圣地万宗来朝，您老还是歇着吧。不愧是我徒孙，打小我就看你行。打小就看我行，我是被您从小打到大，您什么德行我还能不知道吗？那啥，师祖，我的驴晕了，您给我看看。见陈凡一副混小子模样，白发老人罕见的感受到了些许人间烟火的气息，随即将大手放在二驴子身上。你这小毛驴啊，在这修真界还真不常见呐。话音落下，二驴子也醒了过来。老人见二驴子一副憨样，心中一喜，也不知道怎么想的，竟然掏出一个炼丹炉递给二驴子。小毛驴啊，老夫这一手炼丹术给你了。难道驴也能炼丹？二驴子，你啥玩意都敢吃，你也不怕鸡食？你这毛驴不简单，腹中自成一片空间，不用担心了。话音渐渐微弱，老人的身躯也化为了点点星光，消失在天地之间。师傅，我俩能走了吗？哼，叨扰师祖清净，罚你和他去天河苦修3年。这天河乃是贯穿紫气圣地的一条大河，其中肯定有不少天才地宝和奇珍异兽。要是我能网出来几个，简直是大赚特赚了。谨遵师命。不久，整个青云峰的杂役听着刨坟归来的陈凡吹牛，所有人都凌乱在地。
圣子真跑了。抛了。圣子那不得挨揍。师傅本来要打我的，后来怎么了？祖师爷诈尸了。给我看好家汉，3年后我陈凡还是一条好汉，到时候我做东，请大家吃饭。圣子，我们等你回来。下了青云峰，陈凡和二驴子走了大半天时间才走到天河旁边。一路上不少弟子看着陈凡这逃荒式的打扮，纷纷猜测陈凡是不是被废了。亲传则暗示手下去挑衅陈凡，欲要探明陈凡的修为。然而此时陈凡正在天河旁的小茅屋中用8000年的天蚕丝编织渔网。二驴子上船打鱼。一叶扁舟之上，一个少年郎一头秃顶鱼，一张大网撒下，这感觉倍儿爽啊！此时旁边的二驴子从嘴巴里吐出了一口小鼎，渔长掰断船桨，开始点火。我操！二驴子，你是不是火？这木船上你烧火干啥？火要是烧穿了船，我们俩怎么办？我错了，主人。炼丹你也得给我分场合，下次再做这种虎事，老子把你扇了做驴肉火烧。保证没有下一次。二驴子，不是哥说，炼丹一道对于你驴弟来说是难事，天下谁人不知你驴丹仙儿的大名，犯不着在这船上练习，有时间多练练拳脚。突然响起一道声音，陈凡和二驴子瞬间被吸引，大鱼上钩了。陈凡和二驴子拉紧了天蚕丝做的渔网，一人一驴使出了吃奶的劲。然而拉着拉着，渔网竟然自己往上浮了。陈凡和二驴子正纳闷之时，一个庞然大物。这个老六竟然把老祖送的1000年蚕丝编成渔网，在8000里天河中网住一条蛟龙。我的个神呐，真网到蛟龙了呀！我说我不是故意的，你信吗？哪封弟子？在下外门弟子陈凡，本想打些小鱼求生，却不曾网住了前辈，还请前辈不要介意。如日子竟然过得如此辛苦，竟然要靠打鱼为生。确实过得苦，前辈要是可怜我，施舍我几件宝物也是可以的。好个伶牙嘴利的小子，竟然敢向本尊讨要宝物！陈凡听到这话哑了声，一脚轻踹在二驴子腿上，示意他赶紧收网。二驴子眼尖手快，张开驴口朝着渔网，渔网便被他吞入了腹中空间。随后驴尾巴放入了水中，像是电动小马达飞快。嘿嘿，再见了前辈，下次指定不枉你了。本尊没叫你走，你走得掉？8万里天河皆是本尊水府，你逃不掉。陈凡和二驴子眼看就要到岸边之时，江面涌起，一股巨大的波涛将小船打翻。2个小家伙能网住本尊也算本事，既然你俩过得这么困难，本尊许你一诺，日后只要这天河水府之中的任何东西，只要你网住，那就是你的了。漂泊半生，未逢明主，今日一见，愿拜大哥。哈哈哈，好小子，你倒是真有胆子，叫李长生来都不敢和本尊称兄道弟，你倒是个滚刀肉。话音落下，龙尊一指破江300丈，原本奔腾不息的大江竟然从中间裂开，露出还略带湿润的河床。滚吧！岸边的人看着这浩瀚一幕，却是慌了神。玉天斗师兄还叫我来试探圣子的实力，这还用试探吗？截江断河300丈，还他妈是8万里天河，这还试探个毛？刚走一拨人，岸边又走来了3位女子修士。截江断河，圣子好大的气魄，私自如此，龙尊竟然也给面子。可惜我等3姐妹还想和圣子切磋一下，如今一看，圣子哪里是我等可以碰瓷的？没错，毛驴黑跑断江流，看这样子，过不了多久，修真界即将迎来一位大风流啊！3女只敢偷瞟一眼陈凡后便。截江断河给他们留下了巨大的震撼。陈凡和二驴子一人一驴走了许久，终于是上岸。这时3、5个内门弟子受了某位女亲传的蛊惑，成群结队朝着陈凡巨佛打来。拜见圣子，听闻圣子来此磨练，我等心向往之，想要圣子指点一下。二驴子，抄家伙！二驴子从口中吐出一把生锈大砍刀，陈凡立马贴住身上的气息，肉身近12重巅峰的修为显露无遗。才肉身12重，看来刚踏上修炼没有多久。不对劲，若他昨日刚刚修炼，现在就已经是肉身12重巅峰。真的，若是这样，那也太妖孽了吧！3、5个内门弟子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后，便准备离开。怎料他们刚刚转身，一道身影不知何时拦在了他们身前。圣子，我等乃是无心之举啊！您大人有大量将我们几人当个屁放了吧？对呀，我等只不过见圣子实在是英俊潇洒，忍不住过来结交一番。我等对圣子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绵延不绝啊！不行，今日必须拼得个你死我活，除非什么？圣子可是缺什么？除非你们几人留下点东西弥补一下我和二驴子幼小的心灵，否则我可要去找我的圣主师傅以及8万里天河水府之主的大哥了。拿着脸为首的几个内门弟子被陈凡这话吓得大气都不敢喘，一个个拿出了自己身上最好的东西。2品丹药培元丹，有空常来。几人在陈凡的送别之声中和悻悻离开，头也不高，生怕自己身上的好东西又被陈凡瞧上。什么垃圾玩意儿，还不如拿去打鱼。刚才龙尊说了，只要我网到的那就我的，有打鱼不空军词条在，用这些丹药打窝，稳赚不赔啊！二驴子，你说用师傅给的这颗救命用的6品丹药紫金丹为鱼饵，用这些2品丹药打窝，咱能打上来什么？主人，我希望能网上一头落水的小母驴。二驴子，准备上船。
李长生塞了好几本武器在戒指之中，只是陈凡现在真的没有时间修炼，打鱼带来的诱惑太可怕。也不知道这天河之中有没有美人鱼这品种。美人鱼呀，美人鱼！大把大把的2品丹药不要钱似的朝着天河之中撒下，丹药吸引力不少大鱼。凑巧的是，其中一颗被一只开了只的虾兵吃下，虾兵一尝味道不错的，当即就将这消息说给了前方的龙尊女儿龙三公主。丹波儿爸，前方真的有好吃的，妈，你可不要骗我。公主，我没骗你。丹波儿爸，你别说了，要是好吃的，本公主怎么会闻不到香味？想来又是一些垃圾货。这时，一股丹香传到了她金雕玉琢的小鼻子中，她原本暗淡下去的小眼神重新闪亮了起来。丹波儿爸，走，咱们去看看有啥好吃的。陈凡此时不知道从哪里搞了一块大旗，在上面画了个戴草帽的骷髅头，单脚踩在船头。我陈凡是要成为海贼王的男人，想不到主人竟然喜欢男的。一人一驴各自思索之时，小木船旁边一声异动，这俩瞬间反应过来，二驴子啦！与此同时，下方的龙三公主和奔波霸忽然感受到一股巨力，一声过后，两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拽出了天河。卧槽，谁家小孩啊？不对劲呐，哪有孩子长脚呢？这是虾兵蟹将，这小脑发育不完全啊，还是一副虾样。住手！陈凡怀中的龙三公主豆大的眼泪不断掉落，泪珠落下变成一颗颗晶莹剔透的龙晶。二驴子见状张开了驴嘴，将这些好东西全部塞进了嘴里。别吃我，我还是个孩子。我父亲是8万里水府之主，求求你别吃我！我撒网网住龙尊女儿了，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你爹爹龙尊是我大哥啊，我是你小叔啊，看看这是你二驴叔。小叔，二驴叔，我怎么没听说过呢？陈凡眼见小丫头不行，拿出来了李长生给的资源戒指，捧出了自己所有的丹药，大方递给她。此事说来话长，这点丹药你先当做零嘴吃。小侄女，你有所不知，刚才你父路过此地之时，非要认我做小弟。这一来二去，我们就成为异父异母的亲兄弟了。你父亲的爪子是不是青白色的？一双眸子更是映照着日月星辰。我说的可对？龙三公主听见陈凡绘声绘色的描述，外加各种丹药的投喂，懵懵懂懂的她心中已经相信了陈凡，就连一旁智商不高的奔波二爸也相信了陈凡的话。二驴子，龙尊可说了打到什么都归我，那岂不是说他这女儿和那虾兵从今天开始那就是我们的了？好的，主人。那行，那咱得想办法将这俩拐回家。过了一会儿之后，二驴子和陈凡笑嘻嘻地看向了龙三公主和奔波二爸，一边掏出丹药，一边朝着龙三公主诱惑：要不要和小叔上岸玩几天？到时候带你去吃糖葫芦、红烧肉、蛋夹香酥鸭、冰激凌、大蛋糕。反正就是出来玩几天，父王应该不会生气吧？小叔和二驴叔又不是外人，父王肯定不会生气的。就这样，一人一驴，奔波儿爸和小龙女共同乘着一艘小船摇摇晃晃地驶向了岸边。晚上，4人围坐在点燃的篝火旁，二驴子给奔波儿爸递上了一串烤虾仁，嘴里吃着自己同类，对着二驴子伸出大拇指。真香！哎呀！随后陈凡盘腿在一旁修炼，嘴里恢复着龙三公主的龙精，修为突破，实在1月6日12日，随着他踏入临海三途的一瞬间，天空之上忽然出现了海上生明月的浩瀚景象。天河方向，这是陈凡那小子，这么快就到了临海境界，果真不愧是我李长生的弟子。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还是让魏师来帮你一把。李长生矗立在紫气之巅，做这一切。可是这浩瀚异象已经被有心之人察觉到，不知道从哪里走出了3、5个黑衣人影，身形闪烁，朝着天河那边而去。与此同时，亲传弟子萧凌正在戒指中的莫老的指引下来到了岸边。小林子，我闻到龙精的气息，有了那个玩意儿，我炼制出龙丹的把握便有7分，到时候你便可借助龙丹领悟一道龙族神通。莫老，有龙精的地方该不会有龙吧？放心，那条龙的气息很弱，说不定你还能收服呢。龙三公主这小丫头胖乎乎的左手拿着一条大烤鱼，2只小脚丫朝着有贝壳的方向走去，不知不觉间竟然和陈凡等人拉开了几百米的距离。这时候，萧凌正巧走出。小林子，你人品大爆发了，要冷上麻袋。老师，你看他手上还有烤鱼，这旁边应该还有人，要不放他一马？拐卖儿童可是死罪啊！旁边是有一个小子，不过是临海境界3重，这龙女跟着他浪费了，日后肯定要被掠夺，还不如跟着你。若你实在下不去手，你把他弄哭便好，哭出的龙精也够炼丹了。小丫头，对不起了。说着，萧凌一把抢过龙三公主手中的烤鱼，顺势还在小丫头肥嘟嘟的小脸上摸了一把。听到哭声，陈凡和二驴子以及奔波二爸迅速反应过来。陈凡二话不说，抄着大砍刀，以一种极快的速度飞向了小丫头的方向。大胆狂徒，胆敢欺负我家公主，神通鲁莽！二驴子见到陈凡和奔波二爸都这么厉害，好胜心极强的他吐了2口唾沫在驴掌上，4只驴腿微微弯曲，用力一力，吃在了原地。
此时萧凌正忙着捡地上的龙晶之时，莫老看着奔驰而来的陈凡三人，连忙提醒：一个神通，一个灵海，还有一个像是体修，你自己应该应付得来。莫老的话刚刚说完，陈凡身影便出现在萧凌面前。大侄女，谁欺负你？告诉小叔，小叔宰了他。小丫头擦了擦眼泪，指了指面前头戴面具的萧凌。陈凡看着萧凌戴个黑色面具正在捡龙晶，瞬间炸毛。弄出我大侄女捡龙晶，你真是活腻了。陈凡刚要出手，电光火石间，一条龙蟒便杀向了萧凌。胆敢欺我8万里天河水府公主，杀无赦！陈凡见奔波尔巴都上，连忙将龙三公主护在身后。看好了，小叔为你出气。大砍刀挥出残影，陈凡潇洒至极，身上的气息十分夸张。小林子，小心这灵海境小子啊，不正常。莫老多虑了，灵海境罢了，我萧凌单指可杀。然而下一刻，萧凌便后悔了。陈凡双指并立，天穹之上出现海上升明月的异象，一轮明月映照诸天万界。不对劲，这一道不对劲，这样下去我会死的。老师，救我！哼！面对陈凡这一刀，萧凌便居然化作失望。陈凡的刀气和奔波尔巴的长枪好似碰到了空气，太弱了。二驴子这时候也杀之，得了天妖传承的他实力不容小觑。一双女掌像是钢铁般乱朝萧凌打去。此里有练体天资。莫老正准备大展拳脚，但忽然发现萧凌身体快承受不住自己的灵魂了，于是便打算闪身离去。奔波尔巴，二驴子，你俩一起上，给我拖住他，给我点时间续大招。二驴子和虾兵两人驴眼对虾眼，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相继杀出。神通枪出如龙，虾兵手中长枪化作一条虚影真龙，朝着萧凌杀去。二驴子鼻息吐出2道白气，抬起驴掌，浑身肌肉盘球卧龙，朝着萧凌竭尽全力挥出一蹄子。这虾兵有2道神通，怕是一方水府的兵马。这雷他妈更不讲理，身上竟然有天妖炼体术的影子。小林子这次踢到铁板了，看来要拿出点真东西了。话音未落，一道恐怖的火焰出现，刹那之间便将虾兵和二驴子击退。正当莫老和萧凌松了一口气，准备逃离此地之时，陈凡的声音忽然出现：大眼诀，大道4角，遁去其一，斩！可惜了，没砍死我。这时10几双血红的眼睛出现在树林之中，若隐若现，死气之巅上。李长生看着刚才那一幕，露出耐人寻味的笑容。好小子，一日便领悟了大眼诀的神通，胆子真够大的。龙尊的女儿说拐就拐了，不过拐了又怎么样？为师又不是打不过龙尊那老家伙。圣主，有人在暗中欲要谋害圣子。无案，任他去，这点小鱼算什么？萧凌该如何处置？全当不知，小凡压得住他。第2日，在紫气圣地灵海境界的弟子有资格领取1到5技。故而，陈凡带着3人准备前往藏经阁。这是谁啊？不知道，不过看这拖家带口的样子，不是一般人。那小女孩好像有龙角。旁边那个是虾兵吗？什么？好像已经到达神通境界了。等等，这好像是圣子啊！什么？圣子这么惨？你们在这里等我，我去搞几本武器来。好的，小树，拿完之后我们要去吃好吃的哦。陈凡笑了，连忙点头答应这小丫头。随后，陈凡在众人的目光中踏入了藏经阁之中。啊，身份令牌。我操！那圣子，正是。紫气圣地没人了，怎么选你当圣子？老头，我劝你识相点，瞧不起谁呢？你懂个屁！有本事你来打！圣子打人了，圣子打人呐！听到老人的叫喊声，藏经阁大门处瞬间出10几个看热闹的人头。哎呦，老夫的波棱盖呀！哎呦，老夫的脊椎骨啊！他真敢打老子！老人怒而起身，暴跳如雷，想要和陈凡一较高下。原本可怜兮兮的模样也不复存在。门外的弟子看到这一幕，不少人小声骂：无耻！骗子，大骗子！老人听见这话，瞬间红了脸，冷哼一声后，骂骂咧咧的走上楼，准备逮住陈凡好好教训一顿。圣子惨了，王长老脾气可不好。谁人不知道王长老最不要脸皮啊？陈凡上了2楼后，又马不停蹄的朝着3楼出发。小兔崽子，你还跑得挺快。忽然，他意识到了不对劲，4楼以上的禁制，要是有人强行进入，那么将会将闯入者强行斩杀。小子，别跑了！小子，别进入4楼啊，会死的！你不让老子去，老子偏要去，鬼知道你是不是骗我呢？陈凡大步上前，半只脚踏入4层楼之时，浑身一激灵，他的灵魂在颤抖，一股感觉从脚板底从天灵盖冒出。大胆，放肆！谁敢擅闯我紫气圣地藏经阁？陈凡脑海中出现3道霸气虚影，每一尊的实力都深不可测。陈凡看着这一幕愣住了。正当他要被其中一尊虚影迷之时，外道声音却停了什么？天天道体圣胎，你是什么人？小子是紫气圣地圣子，只是因为没有给藏经阁长老好处，被他追至这藏经阁4楼，还请各位先辈先让我进来。
陈凡故意释放出了一抹大眼诀的气息。三尊不知道什么境界的虚影感受到大眼诀的气息之后，瞬间便给陈凡开了门。这小子该不会出什么意外吧？这小子要死了，李长生那小子不会唯我是问吧？当陈凡看到4层楼之内足足有上千颗珠子，因为每一颗就是一门神通，他立马扑通下跪。三尊虚影还没有反应过来，在天籁之音 Max 词条加成下，陈凡泪流满面开始哭泣。弟子苦啊！别的圣子都是天才地宝，弟子至今连双好鞋都没有。弟子来这藏经阁还被打压针对。陈凡一边故意露出自己的人字拖，见三尊虚影有些动容后，陈凡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弯下腰朝着三尊开始砰砰揍。这些神通珠子都是几万年来我紫气圣地积累的，每一颗都有1%的概率开出一道神通，只要你能拿，随便你拿。拿完之后，且看祖师为你出气。哦，3位祖师这样说，我要是不拿点，那就是不给你们面子。那我就不客气了。陈凡从储物戒指中掏出8000年天蚕丝做的渔网，手一挥，大网瞬间便网住了几10颗神通珠子。三尊虚影看着这一幕，下巴差点掉在地上。不到1刻钟，渔网被上百颗神通珠子塞得满满的。差不多了，我送你出去，且看祖师为你出去。圣子出来了。什么？那可是4层啊，圣子竟然还能出来。王长老都快急死了，没想到圣子竟然自己出来了。等等，你们看看圣子渔网里胀鼓鼓的是什么？如果我没有看错，那是神通珠子。3楼之上，莫老看着那上百颗神通珠子，朝着萧凌说道：紫气圣地这圣子有大气运，不可为敌，必须化敌为友，想办法和其交易，将那雷火神通珠子弄过来。那里面藏着一朵异火，若是能炼化那异火，你的实力将会得到非比寻常的提升。圣子，这么多珠子，给奴家一枚如何？人长得不美，想的还挺美。想要神通可以拿东西来换，地点天河岸边，时间晚上，现在一概不谈。王长老听到动静后连忙跑了出来，然而刚见到陈凡的一瞬间，他也傻眼了。你小子，你进货去了。王胖子，你完犊子了，等着吧你。陈凡话音刚落，藏经阁上空瞬间出现3道霸气身影。王三何在？王三在。3位祖师残聆听我说，这不过是一个玩笑罢了，你们可不能被这小子骗了。王长老欲哭无泪，不断朝着天空之中的虚影解释。然而3位大能虚影心中也有一股不明白，要不是王三将陈凡赶入了第4层，那么多的神通珠子怎么会落入陈凡的手？直接用9道天雷朝着王三劈去。天雷落下之时，陈凡为王长老心疼1秒钟，但1秒钟过后，陈凡早拉着2驴子等人悄然离开此。好小子，我王三纵横修真界这么多年，头一次在一个人手上栽了2次。有本事你以后不要来藏经阁，不然老夫整死你个狗日的！